来看到是柬埔寨的选举，柬埔寨昨天呢，他们目前的在任者洪森，他所属的政党已经宣布大举获胜，他赢得大选了。习近平呢也赶紧致电给他说，祝贺你们全国大选获胜。好，可问题是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心头刺？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柬埔寨目前跟中方是相对友好的嘛。其实这一次的选举呢，美国还真的是有意见。好，什么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这哪叫民主啊？所谓的民主呢，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当时柬埔寨的反对党是直接被当局给取消了竞选资格。好，所以呢，让已经掌权38年的洪森可以继续再进行执政。当时呢，这个反对党为什么会被禁止参选啊？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权的人把游戏规则给改变了，让他没办法继续选举，所以最后才会由他们拿下了多数选票，压倒性胜利。但是这根本就不是真的，甚至有人呢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认为，这个叫做世袭吧？什么意思？就是洪森呢过往都很少说，但现在已经证实他会把这个执政权交棒给他的儿子，也就是这一位叫做洪马内。好，说到了洪马内，45岁，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同时呢，他也在英美大学留学。换句话说，他受的教育其实是比较美式风格的，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问了：那他上位之后会不会改变他爸爸的一些风格？因为他爸爸跟中方比较好嘛，会不会稍美靠一点点？可是呢，就有分析人士讲了，即便呢他是留洋的，但是他也不认为对柬埔寨的政治环境会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呢，在这一次的选举过后，美方有反应，他们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呢就直接讲了，说他们觉得啦，这一次呢是既不自由也不公平，同时甚至还感到很忧心，所以呢，他们对损害民主的个人要实施签证限制，甚至还要暂停本来对于特定的援助计划这些通通不给他了，经济援助也不给了。也有很多人说，这可能才是主因，因为现在在柬埔寨这边呢，之前他们就一直在修这个港口，就是呢在云祥基地。好，这个海军基地呢已经接近完工了。虽然呢，当时这柬埔寨说没有，我们只是都是要自己用的，我们没有说要什么借人家基地，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但是呢，这个又空拍图这个出现，他们就讲了，说这个空拍图看起来航舰可以听到航空母舰。《今日时报》的报道就说了，这样子的一个基地有可能再加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也就是呢原本中方他们在南海这一边的一个三角位置，会让他们海军的投射能力大大提升。甚至前美国的情报官员认为，因为这个地点是在柬埔寨的国土，如果真的在南海这边爆发战争，那这个真的变成了中方的海军基地的话，那炸还是不炸？要炸了，不就变成柬埔寨会卷进来吗？他觉得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拜登甚至还呼吁了，说是不是要行事透明，不要好像说你把这个东西借给了美国，借给了中方去使用。他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说到了中方，在今天很多外媒看的是他们开的这一场人大常委会。好，原因是因为昨天突然说今天要开人大常委会，要讨论的是任免案。好，这个任免案大家开始在问，是什么任免案？跟秦刚有关系吗？毕竟秦刚现在人已经不见人影，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华邮专栏就直接的讲了，说离奇失踪凸显了跟北京打交道的风险，而且呢还说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神秘性。还有人把这件事情跟习近平的贴身侍卫死后3个月才曝光这么一件事情连在一起看。好，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呢是前中央的警卫局长，叫做王少军。新华社报道是说，为什么他死后3个月才曝光？好，因为呢他当时是病医，因病而造成死亡。好，可是问题是，当国外把这一些东西说呢跟秦刚事件来做连结的时候，好像又不是同一件事情，甚至他们还用很诡秘来形容整件事态的发展。到底今天的人大常委会本来每2个月召开一次，应该8月开，为什么提前？中间又提到任免案，有太多想象空间。回过头来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习近平呢现在他
走出他自己的外交，用他自己的步子。柬埔寨跟他长期友好，所以他现在赶紧打电话给洪生祝贺。柬埔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关系，相当的友好。是。因为前一段应该是1970几年吧，这个甚至于中国大陆还因为越南进军柬埔寨，还特别启动了一个惩越战争，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中国大陆跟柬埔寨的关系啊，向来就是相当的密切。不过美国人也不用把这个装好人，好不好？为什么装好人？请问一下，洪马内就是洪生的儿子，能够念美国西点军校，没有美国人拉拢他会去吗？他能去吗？在美国念西点军校，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一定要美国护照。如果你没有美国护照，你不可能去申请到可以念西点军校。但即使是美国要念西点军校，也要有参众议员推荐，这在美国是个公开的秘密吧？你以为我们一般老百姓要念就可以念的吗？所以这一点大家先弄清楚。那外国人呢，一定有所谓交换学生，像我们台湾可以派1个2个，也要经过他们的很复杂的安全审查。那洪马内去念西点军校，美国人装腔作傻说他不晓得他是洪生的儿子吗？当然不是，这美国人要拉拢洪生，所以栽培洪生的儿子，洪生的儿子洪马内才能够念西点军校。所以美国人是处心积虑要拉拢柬埔寨，只是拉拢以后，柬埔寨还是始终比较偏向中国，就是恼羞成怒嘛，就开始找理由啦。如果你今天这个非常的亲美啊，柬埔寨非常的亲美，他会说他什么吗？你看现在他有去批评越南，说你一党专政，你共产党专制，有没有？从来不想，不吭声，会因为这样子去对越南做制裁的，不会的，就是简单讲是借题目、借题发挥，发泄一下美国对于柬埔寨太靠近中国了这样的一个不满。那不用，我是觉得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不用把自己讲的什么自由公平啊，你们跟越南的拉拢的时候，你怎么不这样讲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至于说柬埔寨的海军基地啊，要作为这个中国的海军的使用啊，一直是甚嚣尘上啊。但是你美国想一想，新加坡的海军基地不是你美国航空母舰在用吗？你可以，别人就不可以，我也想不通大概是认为说，这个南海是它的内海，中南半岛应该归它管的。那突然之间啊，中国的影响力那么大了以后，那现在呢，好像有点呢吃味了，受不了了，就到处说东说西。但这个是影响不了大局的啦我劝这个美国人要在东海地区跟各个国家相处啊，不要有2套标准也不要3套标准。那对于这个很多国家的不同的制度，能够有的，你看有共产党当家的，有泰国王室，你说泰国王室就很正常吗？那有文莱的王室，那也有像菲律宾那种比较特殊的民主国家，也有印尼那种伊斯兰为主的一种民主国家，也有这个受英国影响的马来西亚等等，他们不同体制、不同制度都能够共同形成 RCEP 和平相处。你有听过这些域内国家在打仗吗？没有啊，已经很久的和平了很久了。那你美国不懂得学习这种不同国家、不同体制相互尊重了，整天对人家指手这个画脚，这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风范呐。是，来赖老师。我支持这个洪生的儿子，过去是美国是有意要拉拢培养的，是因为洪生在执政9年多10年的时候，他的孩子18岁了，之后他的儿子才到西点军校去读书，所以是在洪生掌权的相当的一段时间，他的儿子才到美国西点军校。那很明显的，那就是美国想要拉拢这个柬埔寨，而过去柬埔寨确实它的云朗基地，就是您今天要谈的云朗基地，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提供给美国作为美国的海军基地。是。所以很久以前23年前，但是那个时候洪生的儿子已经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了，对，也到了英国去留学了，也回来了，所以跟美国的关系很深，所以美国对柬埔寨非常的喜爱
非常的喜爱，然后也建立了一个美国的海军基地在云朗，那美国的海军也就到云朗去了，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补给点。那现在这个孩子长大了，现在已经40几岁了，掌管军权了，掌管军权了，45岁了，45岁了，他了解美国人，了解美国的军校，然后他也了解英国人，也就是说，他对安格鲁萨克逊族他的认识是比较多的。很明显的，他会继承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已经掌政了38年，而且还会继续掌政下去，因为已经连任成功了嘛。那他的儿子已经准备要接班了，他比较能够跟欧美人打交道，但是他在整个国家的施政方向里面，我个人觉得他会走他父亲的这条路，而他父亲的这条路就是从过去平衡，然后转向跟中国大陆更接近，离美国更远。也就是说，后来把云朗基地都整个美军在云朗基地上的建筑物整个拆掉了，就是洪森，然后由中国大陆帮柬埔寨新建一个新的海新的港口，是军民两用港口。是，所以我觉得柬埔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很明显的，那么远比它跟美国的关系了。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很有挫折感。那美国人很有挫折感，在这个时候选举就有意见了。因为洪森的选举不是今天才这样做，30几年来都是这样做。那过去跟美国关系好的时候，那都没有问题。那现在跟美国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美国就要制裁了，就要给签证、给限制了。这个就是美国。我想不是我们要一直批评美国，但是由于美国它没有办法一直是一套标准，它都是根据它的现实的利害，不断的去改变它的标准，所以它慢慢的，就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美国人的手法。也就是说，对美国人有利的这个标准就可以用，对我不利的时候，这个标准就丢掉了。所以它是不断的在调整。那当不断的在调整以后，就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没有标准的国家，那也就失去我们的信任。我想美国不是一直是指责别人，而是应该先自我反省。不过你要美国人反省太难了。其实在这一次这个云朗基地，很多人讲必须要从战略位置来做考量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虽然现在呢中方他们自己在南海这边，他们自己也有呢在设一些基地，甚至建一些基地用填海的方式，但是云朗基地呢，它现在建出来的这个，他们用空拍图去看，发现还可以停泊航空母舰，所以他们觉得未来如果它要变成一个深蓝海军的话，其实很有可能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作战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补给点，所以让美方会非常忌惮。来请教大钟老师。对，我觉得美国当然现在是紧盯着柬埔寨的局势发展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所提到，柬埔寨跟北京关系很紧密，不是一天两天。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在疫情开始的时候，2020年2月，这个洪森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接见的最后一批外国领导者。那今年2月份又再去一次，那他们的关系是不只是安全、军事，甚至包括一带一路、金融。经贸投资都是如此。那对美国来说，这是非常心知肚明。那现在重点就是像刚才所说这个因为洪森早就在2021年就说要接棒，要交棒给他的儿子，是在柬埔寨人民党的这个党的这个中央委员会里面已经公开讲过。那这一次在选前，他也讲说，快的话可能未来几个月类似的状况就会实现。所以现在大家才会把目光的焦点放在，的确是45岁他儿子洪马内。那洪马内不只是西点毕业，他是纽约的经济学硕士，英国的布里斯托博士那意思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是云文云武，那重点是他的确是在父亲的栽培之下，就是应该就是成为未来领导者。45岁，在今年晋升上将，那基本上是陆军总司令兼武装部队的这个副司令。所以美国会在看他的一举一动。我认为美国现在还是会想要拉拢。所谓的柬埔寨新任领导者，但是的确他的动能基本上是维持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但美国还是有期待，西方有期待，就是深受西方教育的这个洪马内未来领导者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平衡上，
在美中之间光谱上稍微往美国方面移动一些，这就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好，其实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现在到底美国跟中方两边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因为布林肯说了，他希望赶紧来跟中方要一个沟通专线，甚至还说我们就在等中方回应，这个要看他能不能开窍，因为军方对话是种责任呐。好，同时呢，在 CIA 的局长突然之间，大家也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突然承认这种事情呢？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曾经受到重创，甚至探员在10多年前还被当场处决掉，有30名的 CIA 干员被捕。这件事情的讯息一出来之后，大陆外交部就直接在这个回应了。好，原因是因为 CIA 说，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接着讲说，他们现在在中国的情报网络重建要取得进展。大陆外交部听到之后，他们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当然了，这个他们说了，这样的讲法本身是很说明问题，也很有问题的。而中国的国安问题呢，现在美国就有顾问公司突然出来讲了，说呢，他们新聘员工要2025年才能够上班。这是贝恩管理公司说，他们已经告知他们自己的中国员工，因为业务量下滑的原因，所以必须要2025年才能报到。现在才2023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麦肯锡公司就直接讲了，说他们感觉现在是在一艘逐渐沉没的船上，甚至就连要去念书，这是大陆军事院校的学生说都被美国给拒收了。很奇怪哦，美国跟日本很好，但是日本是欢迎他们的，所以大家就开始在讲啦。华尔街日报说，日本并不避讳欢迎中国学生的意愿，好，原因是因为日本学界呢，他们觉得这样很好啊，人才就会来我这里了，反而在日本会颇受欢迎。可是会不会造成国安漏洞呢？因为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提醒日本小心啊，我们不要它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会反而造成我们的国安漏洞。其实呢，中共的解放军呢，他们有6间学校，这政府现在说了，有39个人是到日本的10间学校来交流。当然啦，大家都会开始在问，国防机子呢，到2020年这一些学生会不会有所谓的敏感技术外流等等的这一些争议问题呀？毕竟现在日本也加入了美国的晶片战，你看看他们的出口管制已经开始生效了，中方就直接讲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呢，也说他们要力拼自主。日本媒体当然是说，不要太高估自己哦，原因是因为你也不要低估了其他人，同时呢，是不是也不要低估其他国家脱钩所带来的风险？而美光的 CEO 呢，现在则是直接亲自去拜会中国的商务部，强调说我们还是持续的在投资。其实呢，我们不是说切就可以切断的，商界很直接很直白，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要赚钱嘛，所以很实际很务实。经济学人则说了，说其实啦，中方他们现在也很清楚商界的立场，民间的立场可能跟中方会不太一样，中共这边是不是不会再确于报复美国经济战呢？会直接直来直往吗？回过头来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布林肯现在再一次的喊话，说两国军方对话是种责任，我们在等中方回应。谁的责任大家看得很清楚哈，但是要恢复沟通是当务之急，所以包括季辛吉前一段时间呢特别跑了一趟中国大陆，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啦，既联合又斗争，既竞争又想合作，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但是在情报收集方面啊，这个伯恩斯提到的说，10年前曾经有在大陆布下的间谍网，有30名 CIA 的干员呢被北京逮捕，那其中有一个被当众处决。这个新闻在10年前大概很多人都知道，我也了解到其中一件状况的哈。可是伯恩斯在大陆上布的间谍只有30个吗？要加好几个零吧，而且这些间谍基本上就都是中国人，他不是美国人，然后他们用金钱、用美色、用在美国给予特殊的待遇，因为当时中国落后嘛，美国还是生活比较进步一点，那当然中国大陆很多人呢就接受了诱惑，然后替美国人工作。
这个情形，尤其是在香港在实施国安法之前，那香港几乎就是美国 CIA 在亚洲最大的基地。那少说有1-2千人在香港工作。那实施国安法后，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移到台湾来，所以台湾呢情报就有个笑话，说如果台风来把台北的街头招牌一砸下来，可能就会砸到 CIA 的间谍啊。那所以中国大陆人口那么多，只有30个，可能太谦虚了一点那中国大陆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中美两国之间部署的间谍战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好的时候如此，那对立的时候更是如此。那这个有的这个间谍案曝光过，有的间谍案大概永远不会曝光。美国用的间谍网只有这种 CIA 传统的布线方法，倒不是很多的美国的所谓的顾问公司、征信公司、会计公司，在中国大陆本身就扮演着间谍的角色。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间谍气球案子在美国被宣腾了很厉害的时候，美国马上就对这个间谍的这个气球的制造厂商，这个皮是谁做的这个气是谁做的，那种小厂商马上就抓出来，马上对这要进行制裁。谁提供情报给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就是美国住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商业调查公司、征信公司，因为他们都服务于美国政府，尤其是 CIA， 所以这么多的公司在中国大陆运作，就让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很多的状况了若指掌。所以前段时间中国政府对于一些在这种顾问公司或者是什么征信公司服务的一些中国员工就进行了一些安全上的处理。那对于美国来讲他们当然心生警惕啦。可是中国也很客气没有拿美国员工开刀，只拿中国自己的员工开刀中国大陆的军校当然也是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军校了不管是军工体系或者指挥体系他们的学生也都是中国大陆一流的学生，那水平都不输给在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念书的这种1等1的学生。那这种学生那么毕业或者在这个就学期间有需要国外的经验，然后派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受训这是个在所多有。只是美国人发神经，认为这些人跑到美国去就能够有害于美国的利益，或者能够做间谍工作有人间谍工作说我是交换学生，我来这边做间谍嘛。所以美国人真是不是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发生了什么病才会这样想那日本人他们接纳当然也有他们的用意啦，他们也想要就近的了解到中国大陆的军事运作大概是什么状况其实军校学生的交流应该是有助于中美两国在军事上的和缓，互相了解比较不会做出错误的一个判断日经亚洲当然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是不是对于跟美国之间哪些部分太有自信，哪些部分又太低估了美国人的实力。日本人你紧张什么嘛？这一场角力博弈会拉得很久了日本人你就乖乖在旁边看，如果你想要介入嘎一脚的话，那可能日本你自己的事情就会忙不完了所以聪明的日本人知道街上有在放鞭炮不是冲进去，而是离远一点。那日本如果不这样想的话，以后会自己倒霉的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专家点评。好，我们常说在对中国的战略上头，美日应该是同调，可是发现了美国他不想收的这些大陆的军事院校学生，因为觉得会变成国安漏洞，反而日本人欢迎。来请教赖老师。日本人当然要欢迎因为中国大陆的高科技比日本还要先进你看日本前段时间又试射一枚火箭，又失败了所以日本的太空事业很明显的已经落后于中国大陆。还有日本的导弹也落后，日本的军事工业也落后了。日本目前还能够维持领先的，可能就是柴油动力潜舰。所以在其他的这个飞行器甚至连民航机，你看日本要做那个类似于C919，就是这种
宽体客机也都失败了。那现在也浪费了1000多亿日元啊，现在他们也承认失败。像日本曾经也想做那个前段时间刚刚试航成功回来的那种超级豪华大邮轮，也失败了啊。那我们可以知道，日本的科技有一大部分其实已经落后于中国大陆，所以他们说，哎呀，他们的机密敏感技术都会外泄，我觉得多虑了啦。啊，而且中国这么刚刚郑云兄讲的这么优秀的这些军校生啊，跟你交换，其实对于日本来讲，他当然是会有帮助，所以他们当然欢迎。美国人不欢迎，或是美国人拒绝，或是恐惧啊，那是美国人自己的损失。我想美国的学界很清楚，我们在学校教书，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都喜欢优秀的学生来，优秀的学生来。对我们来说，对老师来讲，他在做研究方面会有很大的助力啊，尤其是学科技的这个部分。好，我情报工作我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一般来讲，我们的情报工作有一种是明的，他有外交官的身份，所以在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特务。像您看到这次的反送中，里面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使领馆的这些特务就直接策划。直接活动的这些工作，另外有一种是暗的，他伪装成为旅行社记者，或是顾问，或是数据公司，他就是用公司的身份然后进入中国大陆去收集采各种数据，然后把它送回去。其实我相信伯恩斯讲的是打入中国政府，尤其是敏感的，尤其是涉及最高机密的这些机构的间谍，这些特务。那这些特务要打进去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华人比较多，也就是要去吸收、接触到那些华人，然后转化他成为特务以后，在里面工作。有的是本来就在里面工作，有的是长期培养，然后再打进去里面。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啊。那这些人为什么重要？因为例如说，假设你在发展太空科技，你有打进几个人进去，哇，那他获得的那个资料，那绝对是太有价值了。如果打进去战略核武部，或者那个火箭军，那太有价值了啊！或者是打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的当秘书或者当什么书记，哇，那不得！我讲是所谓的书记，就是打字员，那个都是太赚了。所以我觉得伯恩斯讲的应该是这个部分。那他讲出来了以后，我相信上次被破获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抖露出来，其实他也有在挑拨，让中国大陆对内部的人员产生了这种要重新清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OK， 好，美中关系到底之后要如何看待、如何发展？我们先进广告，等等请大钟老师帮我们总结。好，我们说美中到底会如何发展？毕竟布林肯又再次的喊话，会有好结果吗？大钟老师？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没那么乐观因为真的。我们从过去2个月来看，的确很多好转的迹象双方这个桥慢慢搭起来高层的互访比过去频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仔细我们看，从这个季辛吉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后，其实双方也运用季辛吉做一个政治讯号，也在向对方传达政治讯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几天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美国有个智库雅斯平这个安全战略论坛，那包括中国大陆驻美大使。这个谢峰是，还有包括这个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布林肯都有一些讲话。我觉得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就是字卡上所写的，布林肯一直在讲说美中应该重回沟通管道。老实说，管道都接起来了，还欠什么？就欠军事的两军互动，还有双方的军事高层的互动。那这一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美方官员讲的这么直白，他很明白说问题应该不在美国，问题在对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这个制裁并没有解除，但是这里面美方给了一个新的诠释的方法，他说这不影响不应该影响就算我们制裁李尚福没有解除，但不应该影响到双方在军事高层上的互动。那苏利文举的例子是美俄，也包括过去冷战时期的美苏，他意思是说冷战时期美苏关系这么不好，那现在美俄关系也双方互有制裁，我自己就被俄罗斯制裁，但是有需要的时候这不影响我们的互动在军事层面上，所以意思是说中国大陆你不要再纠结这个议题，并不是说制裁就可以解决，不制裁就把它
搁置在那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更有趣的地方是，美国官员在讲到这个防护栏的议题，因为我们相信各位观众也听到好多遍防护栏这2年。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2个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特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丹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在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了，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所发布的民调。好，这次民调呢排序一样是赖清德第1名，柯文哲第2，然后侯友宜第3，但是他有做了2个让我们觉得比较可以讨论的点，包括了什么？包括他看了政党的支持倾向，他把最近2次就是6月的民调跟7月的民调拿起来做对比，结果发现了民进党的民调政党比例往上走，国民党的部分政党支持度也往上，反而降下来的是民众党。可是问题是，你把它放到这个候选人身上，照理来说啦，政党支持度跟候选人应该一样啊，但是为什么民调政党支持度往上走，侯友宜的支持度呢却是往下了0.2个百分点？好，问题到底在哪里？还是说真的因为柯文哲太强了？大家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民调另一个细项，大家比较不理解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了两岸之间的一些情势的时候，会说兵凶战危，民进党执政。可是做出来的民调，谁最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竟然是赖清德第1名，28.4%，很奇怪耶。好，但是告诉大家，应该这样看：如果呢，你把柯文哲加上侯友宜，他们都是反对赖清德的两岸政策，对吧？把他们2个加起来，其实呢是逼近50%，所以还是有近半的人不相信赖清德可以处理两岸问题。但是我们就要问，两岸议题过往应该是蓝营的优势区，但是侯友宜好像没有占到便宜。来看看最近他们的一些发言了。赖清德他就讲啦，只要没有危及对等尊严的话，他愿意跟对岸对话。然后柯文哲的讲法是他觉得啦，美中之间台湾可以是桥梁，不要去当棋子。至于侯友宜呢，则说他反对台独，反对1国2制，要让台湾远离战争。到底应该要怎么讲，大家才能够理解，或者是大家才最幸福呢？现在外交部告诉我们了，其实呢，这一些网络上面看到的资讯，甚至呢你听到的一些耳语，都要小心认知作战。好，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告诉你了，抖音上面呢有疯传说美国现在在诱导台海战争，外交部说这完全就是对岸的认知作战，做贼喊抓贼。好，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去看这一些内容的话，他告诉你的就是讲话的都是对岸的认知作战，可是真正有发出讯息的真的是美国人啊。拜登曾经讲过，美军会在中国动武的时候驰援台湾。布林肯国务卿讲过，说中共呢是2027具有武力犯台的能力。奥斯汀讲过，他们的防长说呢，其实中国不会立即犯台，但是会试图建立新常态。好，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讲过，说习近平还没有决定会不会在2027年之前武统台湾，时间点都是美国人说的，那这又该怎么说呢？外交部长吴钊燮呢，他现在曾经在接受澳洲媒体专访的时候，甚至还曾经呼吁澳洲要不要派武官来驻台，说台海的紧张会影响到全球。外交部现在看起来好像比国防部还更像战争部哈。其实呢，在外交部大家也在讲啦，就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外交手段的事情，但这一位驻外的大使，我们的驻德大使呢，谢志伟却常常在关心台湾内部发生的消息。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就特别把当时马英九邀请陆生来台访问，讲了个同文同种，陆生讲同文同种这么一件事情，他特别发文说，这个叫做被同一只蚊子叮了同样会肿。有时间发这个文，是不是领大家的公帑，好好去做外交，
更加务实一些呢？现在到底我们的政府它是打什么牌？好，选举到了，我们看到蔡英文再一次的来到美国退伍军人年会上面致辞，说对台美合作充满信心。8年了，持续在讲的是美国牌。这几年总是告诉我们台美坚若磐石，但大家的感受又是什么呢？回过头来要请教委员，来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民调政党支持度和所谓的候选人他们的支持度比起来，让我们发现怪怪，好像跟我们理解的正相关不太一样。这个政党支持度基本上是选民普遍的对于某一个政党的民意代表表现是否优秀的一个评价。所以你看了民进党它的这个支持度好像突然间增高了。其实民进党的核心的支持者30%跑不掉，可是为什么过去他会觉得说他不想支持民进党了？因为他们对民进党很多的民意代表的表现觉得羞于启齿，所以不愿意表达出来。那国民党有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忘记了支持度掉到了15%以下，因为当时普遍的，包括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也觉得自己的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表现不佳。但是从2022年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很多的民意代表表现的真的很好，王宏威啦、罗智强啦、这个徐巧芯啦，很多的表现的真的是这个可圈可点，所以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就节节上升了那民众党也有这种情形，前段时间民众党像几个宜兰的立委啦表现都很好，那是不是最近比较少曝光就掉下去了它反映的就是民众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很客观评估，国民党的支持的核心支持大概比民进党少，只有25%，那民进党有30%，那现在呢？那个刚成立没多久，台湾民众党就20%，一个新政党这相当不容易。那你可以看到时代力量掉最多，从7.2掉到1.8。对，因为这段时间以来，时代力量很多的民意代表老是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那基进党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反映对于一个集体的民意代表的一种感受那至于这个所谓的总统的投票，那是个人的表现啦那个人表现。这个以及他的支持者的这个整个这个盘势有多大？民进党呢，目前来讲的话，我刚才讲过有30%嘛，所以给予这个赖清德有36%、35%的一个支持度，它基本上就是个底盘这个底盘。那民众党呢，柯文哲个人的表现突出超过于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是他创立的嘛，难免他的表现一定会超过台湾民众党其他的民意代表那他这个选票也的确有一部分的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这个过去或者支持这个民众党以及中间选民支持柯文哲这种现象所产生的。那侯友宜的支持度在2%跟上一次的是在误差范围里面，表示并没有因为723的一个全代会的提名而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是在全代会前全代会之前。对。那我想今天我看到一份民调，好像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换句话说，这3个人的支持度要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大概很难了，因为他们的形象议题各方面已经被固定下来，除非3个人中间有哪一个人除了有比较重大的失误，那么否则大概就会固定到选举前那至于处理两岸关系赖清德说被认为处理两岸关系有28% 觉得他最好，我是觉得不能拿来跟其他另外2个人比，而是跟他自己的支持度比。换句话说，他有3%2的人这个6%的人要支持赖清德选总统，可是如果他处理两岸关系好，只有2%8%，那这样一对照的话，他整整就少了8%。换句话说，支持赖清德有8%觉得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是不太理想的或者不好的，那导致比较一下这个相对的柯文哲的话他的支持度觉得两岸关系也比他的支持者少了将近快要2%左右那这个侯友宜那反而相对的来讲，认为他能够处理比较好，比他原先支持度还要多了2%所以要用他自己的支持度来对比的话，会比较客观一点那中共的认知战，这个美国诱导台海战争是新闻吗？那个从那个美国人写的论文美国人的主张还有美国人说要焦土作战，把台积电炸掉，
这是新闻吗？怎么会是中共的认知作战？中共如果有这个本事的话，那太可怕了。他能够操纵美国的舆论，倒过来影响台湾的认知。这个美国竟然能够被中国大陆所操纵，哇！这中国大陆太了不起了。吴钊燮，你把中国大陆看得太强大了一点嘛？那谢志伟，我实在不想批评他了。他是台湾的一个很怪异的现象。他明明他爸爸是从中国大陆刚刚进入台湾的啦，但是呢，民进党里面有很多这种被认为1.5代的外省人哈，他为了要主张台独哦，会有很多很怪异的言论，连民进党自己内部的本省人都讲不出口的东西，他都讲得出来啊。很多的民进党支持说哦，我主张台独哦，支持民进党啊，可是我要拜马祖啊，拜关公啊，不拜不行啊。我也知道马祖是中国人呐，啊，关公是中国人呐，但是不会讲出谢志伟这种荒腔走板的言论。那我只能说哈。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哈，你拉到什么地方都是会生病的啦。好，必须要讲啦哈。但是每一个人的言论，当然他都有发表的自由，但是呢，因为他是领我们的公堂，那在国外当我们的驻外大使，真的还是希望说，是不是能够多关心一下我们的外交？比在台湾整天争辩国内事务，好像看起来大家感受上面会比较好。来，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我当然对一个驻外人员一直批评前任总统的一些做法，而前任的总统他努力的是要稳定两岸的局势，要希望两岸之间不要兵凶战危，为了和平那么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受到这个民进党的无尽的这个侮辱、攻击、抹黑，然后一个驻外人员，您刚刚讲得很清楚了，他是公职人员，拿我们人民的血汗钱，结果回过头来批评自己的前任的总统，而且批评自己的致力于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政治领袖，我个人觉得不应该。但是我很笃定的说，台湾的外交部对于这样的一个驻外人员违背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他是不会处理的，因为他是绿营的人。由于他是绿营的人，所以他不会处理。我举例子，如果说今天有这么一位代表，他本身批评攻击蔡英文，那请问一下会被怎么处理？或者是这样好了，他批评攻击苏贞昌，苏贞昌已经卸任了吧？对不对？那他在那边写长文呢，批评骂苏贞昌，会不会被处理？绝对会被处理。好，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同样是公职人员，只是因为他不同的政党，那他批评这个属于他们同一个派系的苏贞昌，他一定会被征发，甚至会被拔关都有可能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党执政是如此的偏狭。可是问题是这个党执政如此的偏狭，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也没有伟大的建树，而说绿营的民调做出来的说民进党的支持度往上攀升，我觉得跟现实的认知让我感觉到太错愕了，差距太大了。所以这个民调到底可靠不可靠，我就有一个存疑了，因为我看不出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内有什么样的表现，民众党也是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三个党都没有伟大的表现。所以您说这个三个党都没有伟大的表现，而民进党异军突起，民调往上升，你讲我都不相信我教书教政治学也教了一段时间了，我就是不相信这样的一种民调。但是如果说这三位候选人有没有能力处理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的选民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都不够格。赖清德不够格，柯文哲不够格，侯友宜也不够格。坦白说，这个就是我昨天说的，本来国民党有个宝贝，国民党的那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长期以来，台湾的民众深信国民党有能力处理两岸的关系，但是很遗憾的，现在台湾的民众竟然不认为国民党有能力处理两岸的关系，尤其是国民党的候选人。这代表什么？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在这个部分里面不够努力，而且态度不够明确，没有好好的继承马英九所建立起来的两岸的关系。因为马英九今天的涉外事务的成功，就是在于他的两岸关系的成功。两岸关系成功，使他涉外事务成功，使台湾的外交在那段时间大放异彩。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完全没有继承
太可惜了，要加把劲。是，不过我这边跟郑元兄的想法不太一样，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选举的变化万千，选战的变化万千，那现在是7月，那还有时间，也就是说到了明年的1月，事实上，如果说今天议题抛得够多，然后像蔡正元他其实就有很多议题嘛，那他可以贡献给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嘛，因为再怎么样，蔡正元也是蓝营的，他可以一直贡献。而蓝营的只要能够虚心的接受好的议题一直丢，我觉得一样可以再翻盘。最后一个，我觉得我很简单的说，认知作战，各位去看一下，去年3月2号《纽约时报》怎么写的？他说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这个是《纽约时报》认为蔡英文他们操作的。那请问认知作战，你先去告《纽约时报》，再来告川普，再来告这个安倍晋三，是葛莱伊也告一项你先去告这些人，然后再来说认知作战是大陆所搞的，也就是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就是你们搞出来的嘛。来，大钟老师，对，我觉得刚刚提到这个驻外的大使其实是很感叹，因为他不是只是在逞口舌之快而已，你是政治任命，但是真的是应该对于国内事务，尤其牵涉到政治，你要非常谨慎。那这次讲同文同种，我觉得非常轻佻。先不管说台湾大多数老百姓会说，即便两岸的制度可能不同，但同文同种，大家很少人会反对吧？你的意见，你的主张，但其实这不是谢志伟第一次谢大使，2年前的国庆，2021年的国庆，他那时候不是有拿着发文说举着国旗说一边举国旗，他说一边吐血，而且他说中华民国跟那面国旗只是用来压制善良老百姓的工具而已。请问那时候有任何的处理吗？那时候维护他的是谁？就是我们部长。当时在立法院里面，很多委员看不下去，在质询说有没有失言、失格，要不要道歉，要不要追究责任？但是我们的部长没有。那再回到2个礼拜之前，我们外交部的脸书上面不是也有吗？把一个很严肃要解释到底有没有撤侨的事件，他在里面说撒娇，在玩文字梗。那我觉得最痛心的地方是屡屡发生争议的人坐在高位，可是他的位置是稳若泰山那这几年可能大家批判也批判到最后也是弹性疲乏。那问问看，是不是应该明年要我们有个机会，让真正该反省人要反省，有个新的气象，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否则每一天坐在这边都在批判类似的事情，然后再帮大家恢复记忆，可是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假设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在帮我们拼外交，还是帮忙在拼国内的政治呢？这个位置其实，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政论家，可以这样讲。可是今天你是驻外的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发言还是要非常谨慎，该庄重的地方要庄重，而不是你就是一个随便像我们在坐在这边在做一些讨论，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适合的。好，其实在我们讲国际之间的一些政局在演变、在变动的时候，是真的很需要这一些外交人员，你来好好的告诉我们到底趋势是什么。因为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南海这一边，开始有一些变动了。